一位名为 Anti-Real 的独立艺术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指控 Bungie 未经许可挪用了他在2017年创作的多幅海报设计的元素，并将其应用于马拉松的游戏环境中。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玩家和业界的广泛讨论，也让 Bungie 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。为什么要说再呢？因为这破事儿早就不是他们第一次这么干了。这家公司懒到骨子里，脏得明目张胆，已经榨干了他们仅剩的最后一点创造力，现在正火急火燎的要把马拉松这个早产儿推出来。他们根本不懂受众，更不懂撤离射击，整个作品透着一股令人绝望的平庸气质。现在连美术素材都直接照搬照抄了。这个游戏跟几乎同时进行测试的 Arc Raiders 相比，简直是天上地下。索尼36亿美元收购的这家工作室，如今正在成为一个入不敷出的累赘。马拉松即将在9月发售，是索尼和Bungie寄予厚望的救命稻草。但是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，这个游戏一定会爆死的。在那之后 PS5 一定会再次涨价，而我们玩家将再一次成为索尼转嫁风险的工具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9频道，我是老九，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9艺术的真谛。Anti-Real 这位独立艺术家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，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多组对比图，展示了马拉松 Alpha 测试版本中出现的美术资产与自己2017年作品的高度相似性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名为 Alfie Dark Space Hollage Logitech 的标志设计。Anti-Real 提供了原始作品的 URL 链接，证明了这些设计确实早在2017年就已经公开发布。而马拉松的游戏画面中不仅出现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标志，甚至连字体、排版、细节处理都如出一辙。更夸张的是，游戏中的某些符号排列顺序与原作更是完全一致。这个图标甚至就是原作者的创作 logo。我自己去看了一下这个独立设计师的作品，就我个人感觉而言，马拉松的这个游戏把他的个人风格抄了个底儿掉。这种程度的相似性已经不能用巧合或者是灵感借鉴来解释了，这根本就是改都不改的直接复制粘贴，是毫无底线的无耻抄袭。Anti-Real 在声明中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和愤怒，他表示 Bungie 当然没有义务雇佣他，但当他们制作了一款明显借鉴了他10年来精心打磨的设计语言的作品时，至少应该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补偿。他坦言自己多年以来从未从这些创作中获得稳定的收入，而大型公司却可以随意掠夺他的作品，这让他感到精疲力竭。这已经不是Bungie第一次爆出抄袭的丑闻了。早在2021年9月，有粉丝在《命运2》自家宣传片当中发现别的艺术家几乎一模一样的作品的影子。Bungie 最终发表声明说这是一个意外，并且给了这位艺术家应有的 credit。2023年6月，设计师 Julian Falona 发现自己作品的相似原画出现在游戏的动画当中，然而他本人没有收到任何通知。这一次 Bungie 又说这是我们外包的工作人员搞错了，说他们已经联系了原作者并给予了补偿。但是这还不是全部， Bungie 的上一次抄袭更是过分。在2024年9月，设计师 Tofu Bonnie 发现自己的设计元素出现在命运和 Nerf 联名的这把玩具枪上，你可以看到设计元素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只是简单的把颜色换了一下而已。Bungie 这家公司别说给设计费了，他们连通知都不通知，甚至连署名都不给这些设计师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抄袭这些没有名气的设计师的作品。游戏作为一个创意主导的行业，像 Bungie 这样的大公司的这种赤裸裸的剽窃令人惊叹，这下限也太低了。就在抄袭丑闻爆发的2周前，Bungie 还高调地宣布了他们与设计公司 Cuba Hosk 的合作，这简直像是提前准备好的替罪羊。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外包公司不过是挡箭牌，真正的病灶存在于Bungie的内部。
Bungie 的管理混乱和员工消极怠工的问题已经暴露无遗。这次他们的处理方式和之前也是不尽相同，每次都是等侵权事件发酵之后才手忙脚乱的去联系艺术家，然后应对的策略也是一模一样，道歉、补偿、承诺改进，然后等待舆论的平息。更讽刺的是，Bungie 的艺术总监 Joseph Cross 和其他好几个 Bungie 的员工都早就关注了这位画师好几年了，却从来没有联系过他。然后现在出事了，就开始说是外包人员的失误。那你作为项目的艺术总监是怎么进行审核的呢？更何况抄袭的对象是你已经关注多年的设计师，这更让我怀疑整个公司都参与其中，而不是他们声称的外包人员的失误。这种危机公关式的处理方式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事后补救的被动姿态也充分说明了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管理漏洞。无论他是内部员工的越界行为，还是对外包团队的监管不力，最终都反映出这家公司在知识产权管理上的系统性缺陷。会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的员工，显然只是把工作当作是混日子的 paycheck， 既没有职业操守，也对游戏开发毫无热情。当一家公司，尤其是游戏公司，充斥着这种得过且过的打卡型员工的时候，他们制作出来的游戏怎么可能会有灵魂？大场病在这种环境下愈演愈烈，缺乏创造力的流水线思维、机械应付的日常工作态度，以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职场哲学，最终必然导致游戏品质的全面滑坡。这种恶性循环不打破，再好的 IP 也终将被消耗殆尽。而马拉松本身的市场前景也因此蒙上了更深的阴影。这款被索尼和 Bungie 寄予厚望的撤离射击游戏，在 Alpha 测试期间就反响平平，玩家普遍认为其玩法缺乏创新，而画面的设计语言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亮点。请注意，这里我说的画面是游戏预告片的画面，而不是游戏的实际画面。但是如今连设计语言这个亮点都被爆出涉嫌抄袭，游戏的独特性和原创性自然受到质疑。测试数据显示，马拉松的玩家留存率远低于预期，玩家人数也在迅速下滑。在竞争激烈的撤离射击品类，即将推出的 Arc Raiders 也展现出更强的竞争力。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发的抄袭丑闻，无疑让马拉松的处境雪上加霜。如果我们抛开马拉松的设计语言，它就是一款流水线上的工业化商品。它把 Apex 的技能系统、命运2的射击手感、毫无特色的战利品机制，通通塞进一个色调阴郁、场景雷同的世界。曾经参与设计命运2，在Bungie工作直至2019年的前Bungie设计师 Vince 指出，这个游戏滥用冷色调导致的视觉疲劳。整个游戏世界的氛围过分高冷，死气沉沉。最致命的是，马拉松删除了撤离射击游戏的精髓之一，也就是玩家之间的语音系统。但是在强调人际博弈的撤离射击游戏当中，这等于是自断经脉。反观其他的撤离射击游戏，你甚至可以用空枪虚张声势吓退敌人，这才是此类游戏的灵魂所在。被索尼收购了之后，Bungie经历了多轮裁员，核心成员大量流失，而且随着命运2的日渐式微，索尼互动娱乐的业绩压力也与日俱增，他们只能赶鸭子上架般的推出马拉松。当创意枯竭的时候，抄袭就成了捷径。看看他们马拉松灾难性的宣发，首支实机预告被狂踩 2.5 万次，而且官方还傲慢地告诉命运2的 PVE 玩家，这个游戏不是为你们做的。他们正在抛弃他们最忠实的核心用户，去追逐一个他们根本不理解的新市场，这简直就是自杀行为。
现在的邦吉就像当年那些跟风做 NFT 的投机者，根本不懂撤离射击的游戏本是小众的硬核品类。逃离塔科夫作为这一类游戏的标杆，日均在线也就10万左右，而他们却妄想将马拉松做成一个大众体量的服务型游戏巨作，这实在是太荒唐了。邦吉当年离开微软就是为了不做光环的奴役，如今却把自己绑死在了索尼打造的服务型游戏的绞刑架上。现在马拉松这个游戏看上去一定会爆死，并且将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索尼当初以36亿美元收购邦吉，是 PlayStation 战略布局的重要一步。这个投资一旦失利，索尼一定会通过再次提高 PS5 售价等方式来转嫁损失。在游戏开发成本被这些管理不善的公司不断抬高的当下，游戏厂商将经营压力转嫁给消费者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常态，玩家群体将再次成为资本博弈的牺牲品。而且我们不仅要面对主机涨价，还要承受游戏质量下降、微交易泛滥的后果。索尼和邦吉的关系就像一场危险的赌博，前者押注后者，带来新的增长收入，后者则指望前者提供资金支持。当这场赌局失败的时候，最终买单的永远都是我们普通玩家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反映出游戏行业正在陷入一个恶性循环。大的游戏公司为了追求稳定收益，越来越依赖续作和安全的玩法模式，导致创新不足。而创新不足又导致玩家热情减退，玩家热情减退又导致收入下滑，收入下滑又迫使公司进一步削减风险，提高售价。而在这个循环当中，原创精神和艺术价值被不断的稀释，而玩家则要为此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。Later， 这起事件揭示了游戏行业长期存在的权力失衡问题。独立艺术家往往缺乏资源和精力与大公司对抗，而像 Anti-Real 这样敢于发声的创作者只是冰山一角。许多类似的侵权行为因为受害者选择沉默或和解而未被曝光。邦吉的案例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，不仅是因为其规模和历史地位，更是因为它接连不断的抄袭和他为抄袭所找的借口，让外界看到了系统性问题的存在。艺术创作的灵感借鉴与抄袭之间的界限有时确实非常模糊，但是邦吉的多个案例显然已经越界。当一家公司反复陷入同样的争议之时，单纯的疏忽大意的解释理由就难以服众。游戏行业需要建立更完善的艺术来源审核机制，开发者应该对第三方作品保持最基本的尊重。对于玩家和消费者而言，支持原创、抵制抄袭不仅是道德选择，也是确保行业健康发展的必要行为，更是防止这些游戏大厂因为自身管理失误转嫁成本，进而提高游戏与游戏机售价的重要措施。Anyways， 欢迎收看地主频道，感谢大家的陪伴。如果你也有对马拉松抄袭的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也别忘了订阅、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。我们下期见 ，Peace。这特好 I don't give a damn。我天，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，天哪，特好特好，你看你自己看。